我有办法变出优劣来。胡闹！这是谁家黄口小儿，如此不守规矩啊！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真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林金水啊，此处不是小孩玩闹之地呀，带着个孩子进来，这是要把公莫竞选当成儿戏不成？大人恕罪，实乃草民教子无方之过，回去定会重重责罚，严加管教。小姑娘，方才听你说话，好像你的心里有了几分主意，说出来，如若可行，本官既往不咎。既然一次试不成，那就用五色墨阶再试一次。爷爷说过，大道至简，焦、浓、重、淡、轻，5个墨阶落在纸上，墨之优劣，高下立显。哎，墨家的墨边缘晕开了。立墨夺魁。你等我研好墨，就给你涂上。墨还能治伤？我竟从未听说过。这块胭脂墨是我爹为我治疗印疾用的，能止血消肿。你的伤口有些深，涂了恐怕就再也洗不脱了。疼吗？不疼，一点也不疼。如此，应该不会有大碍了。这块胭脂墨送你，你再涂上2次，便可大好了。拿着吧。多谢。你看的书，倒和我哥哥差不多。你还识字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叫花子。你家也是做墨的吗？以往我怎从未见过你？我叫骆文谦，我爹是骆寒章。哦，你是骆家的。我自幼养在京中，父亲让我读书做官，可我不愿意。那你喜欢做什么？将来要以何为志业？我不知道。这还会不知道？世人总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啊。我爷爷爱织墨，我爹爹爱织墨，我也喜欢墨。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的制墨大师，让整个徽州的人，不对，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。我相信你。娘，名字从族谱上划掉，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？哪怕不是家人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，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？真娘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，我们自己做事要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从今天开始，忘了那个家吧，这才是我们的家，记住了吗？好。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。明天啊，娘就在这儿摆一张蚕床，咱们养蚕。等蚕宝宝长大了，吐丝结茧，就能给真娘做一身新衣服，再给哥哥换一双新鞋。但是真娘要帮着娘去采桑叶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还要在屋外啊摆一张凉床，秋天赏月，冬天赏雪，夏天纳凉，还可以看萤火虫。哎，你看那儿有一片空地，娘准备种一些青菜，再养一些鸡鸭鹅。哎呀，娘还在院墙外面种一些凤仙花，给我们真娘染指甲。娘，真娘想吃葡萄。好啊，那就在
外面支个葡萄架，给我们真娘种葡萄。娘，你刚刚说的这些都能成真吗？当然了，一定能成真的，娘答应你啊！来，这个给你。真娘，这是末行子女婚配时，将会生辰末视为盟誓。你我既已定亲，那我这生辰末自然是给你的。真娘，往后我定日随身携带，好好珍惜。我还有一事差点忘了跟你说，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墨单，只要完成这笔单子，我家的磨坊就能走上正轨了，往后也能叫你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这么大的墨单，以你家现在磨坊生产规模，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？新的烟棚已经在造了，工期虽然紧，但为了你，为了我们往后的日子，我总要搏一把。不过你放心，虽然冒险了些，但我一定叫这笔订单顺顺利利的交货，再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。我等着。那我先走了。路上慢着点儿。转眼就是如此多年，真娘都出嫁了。不管当年发生过什么，你终究是我们李家的孙女儿。你七祖母和你大伯娘都很惦记你，让我送些嫁妆过来。起草破费了，真娘，收下吧。七祖母，还有六爷爷，您身子都还好吧？老了，不中用了。难得真娘还记挂着我们呢。老爸，我今天过来，除了给真娘送嫁妆，还有句话要说。真娘出嫁，这是咱李家的一件大喜事啊。作为长辈的，我理当祝福。但是，田李两家的婚事，你不能牵扯太多。刘哥，您是何意？姑娘外向，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。那你不能只为了心疼孙女儿，把自己一身的本事都带入田家。六爷爷，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自打我们八方被除了族，就再没有占过李家的一点好处。往日不会，今后更不会。六爷爷不是怀疑你爷爷，只是想把要说的话说在前头。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，这旁人不清楚，难道六爷爷您也不清楚吗？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意，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。劳烦六爷爷回去转告主家的人，哪怕真娘这一辈子嫁不出去，也不会贪图李家的任何东西。知墨的本事早就忘了。刘哥，我还有一些活计要做，失陪了。田本超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
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。你照顾我有加，我们不仅有情，还有恩。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，可是今日你把这一切都毁了。我说过，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，所以文昌，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。既然这桩婚事源于此磨坊，便也终于此磨坊，到此为止。周将军在此，愿一同为我李真做个见证。我与田家的婚事，并非他田家不娶，而是我李真不嫁。李真今日在此，便主动退下这门亲事。真娘，真娘，爷爷，娘，哥，咱们回家。回家。真娘，真娘。铺子已经打烊了，你要是想买布的话，明日再来吧。真娘，真娘，真娘，你听我说啊！真娘，只要你原谅我，日后我一定任你责骂，百倍、千倍的弥补你。无论是你，你的家人，我都会加倍对你们好。只要你收回之前的话，咱们就能回到原来的样子。伤害和欺骗如何收回？你把我的生辰梦还给我吧，那是我爹爹在这个世上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真娘，我们还不至于此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，真娘，最后一次。从你算计我哥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。真娘，真娘，这几日，真娘起得比以往早，干活也比以往卖力了。你看她像个武士人一样。其实我知道，她心里难过极了。你要是有，就算你要祭祖，也不是非要去李家不可。有哪条规矩上写了，我们不能自建祠堂的？真娘，一笔写不出2个李字，那一笔也写不出1个李字。我胡闹办家祠，也好过您愚孝去李家受辱。您今日所为，可有想过娘？想过哥哥？想过我？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爷爷，真娘说的没有错。今日之事，全当你们戏言，以后不许再提。这些时日，爷爷被他们逼得丁齿明示，今日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，难道我心就不疼吗？我恨您的愚孝，
但我更恨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们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了我们家去。他们生怕我们泡沫，生怕我们过得好，但我偏要碰，我偏要过得比他们更好。从今日起，陈娘便当着先祖面前立誓，从今日开始学习墨迹。我要把八房近10年受到的屈辱，把爷爷和爹逝去的尊严荣光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。爷爷，请您教我制墨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在这里捣墨，不许胡乱瞎跑，坏了规矩就走人。你去后面捣，好。你用这个锄捣。你们3个到那边去捣。师傅，这要捣多少下呀？青椒10万锄。哦。你只管好好捣，到时自然有人会来查验。小林，把墨饼拿来，给他们分一下。三爷，你最近新招了一个捣墨的小工，不过我瞧着是越看越像李八爷的孙女儿啊。人呢？那个就是干活挺下力气，人瞧着也机灵。这人留是不留啊？因为更好更复杂的墨，我做不出来。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。我也想过添加名贵的用料，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。既然往上不成，我便想着，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。这便是我的初心。制不出这样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还初心？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。是我实力不济，我承认，在座的诸位皆是墨业的前辈，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。可是于我而言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担得起问心无愧这4个字。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，但好在颜色够黑，造价低廉。这无论是坊间记账，还是小儿习字，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。于此一途，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，故而也不觉得悔。真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，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予他需要的人，也算是一尽它的价值。
李默之死源于南唐西市，因战乱不断，西市由易水南迁至徽州，得皖南古松为料，创建出李默。后得南唐后主召先祖西廷圭为默武官，并赐国姓李，从此李默名满天下。祖上备受荣光，所有的这一切，就是从这小小的磨坊开始，才有了李默之姓。真娘，你可知为何徽州磨坊众多，唯独李默传承100年而不曾间断？因为李默有闻名天下的四合墨。四合墨失传已久，爷爷也只能在先祖的画像上才得以一窥。那难不成是因为这4个字？不错，李默正气浩然，从不攀附权贵。墨迹者独善其身，慎独经思，方能铸就李默墨骨。我明白了，爷爷。正所谓，平日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持正念，做正事，结正果。我说的可对？只对了一半。智默知道，还需修身养性。老爷，收拾好了啊？少爷，都收拾完了。我说爹，您也太着急让我走了吧？你什么时候收拾这东西？你给我记住，去了以后好好努力。要是2年以后你还是本性不改的话，就别进我骆家的门。听见了没有？爹，您放心吧。啊，我走了之后，您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去吧。那我走了。滚！哎，好。走了啊，爹。走。先去银行玩一下，然后再去接他。今晚就走。哎，二少爷，干嘛那么着急？老爷，这边进去接他过来。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快滚！哎呀，爹，您别着急赶我走，回头您想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多好了。再不滚我反悔！哎，别，我走还不成吗？走了，干不好爹啊！爹，您别想我啊，我走了。别太想我。罗文松，你还不快束手就擒！田本昌，我爹说的没错，家里真是养了一个好奴才。罗文松，你昌，他不是咱们家的，怎么跟这些衙役在一起？罗大人，我能跟您商量一下。姑姑早年出嫁，早已不是落家之人，可否放她一条生路？我跟您走。官爷若不放，你待如何？若是不放姑姑，文松恐怕难以束手就擒。罗文松，你真是拒捕！你若今日不束手就擒，官爷今日必踏平金星斋，灭你骆家满门！你敢！本昌，你个狗奴才！平安！
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平安，平安，少爷！老爷！回爷，带我跑！别跑！罗文松，你给我出来！罗文松，罗文松！帮我烧啊！给我烧！爹，怎么样嘛？这娘，你说说看，这有何玄机？烟台以色杂、粗糙、色泽干枯者为中下品，可若是颜色纯黑、细腻、光泽透出者，则为上品。可若是桐油质量上乘，烧制方法得当，火候恰到好处，烧出的烟台黑中带灰，细腻轻薄，那便是难得的超品烟台。好，知其然，也知其所以然，这才做得合格的制墨人。爹，您的意思是，真娘烧出了超品烟台？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真娘！爷爷，那真娘是不是可以出师了？时辰不早了，吃落荤，加个肉菜。好嘞，爹，我回去就做。太好了，太厉害了，真娘！者得，价高者得。开价1两，就算是超品又如何？只不过是一罐烟台而已。是啊，起标价太高了。这卖给谁去啊？啊！我出1两5钱。好，1两5钱了啊！1两5钱。我出1两8钱。这位1两8钱。我出2两，我出2两3钱。我出2两8钱，2两8钱。2两8钱。我出3两，3两。4两。6两，6两。这小子谁呀？有点面生啊！还有谁要与我们东家竞价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今日这罐烟台就是我们东家的了。这位公子识货，在场的各位还有没有加价的？我出6两1钱。7两。8两。9两。9两。李家10两。李家的10两，这李家怎么也来了？好，
李墨10两，还有加价的吗？15两。超品，确实是超品呐！不像超品吧？大爷，您这孙女儿。爹，姑姑，大哥，今天是清明节，来给你们捎点纸钱。你们在那边过挺好的吗？我也挺好的。虽然我现在叫七舅，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姓陆。如今七帅在东南抗倭，我已向其请命，回徽州为戚家军裁判军责。我终于要回家了。有朝一日，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，带着你们的牌位，回到这里，回到罗家，让我们罗家重新站起来。我也问您一件事儿，您这宗发族规家事，难道比圣上的事还大？您给断断。严大人，我愿意替爷爷一试。谁？你，一个小丫头。严大人，民女李珍随爷爷学墨3年，虽不成气候，但民女坚信事在人为，因此
我愿意为此一试。这杯酒，我敬严大人。且慢。诸位，我是万没想到啊，李默的风骨竟然在一个小丫头身上。哎，丫头，这杯酒，本官敬你，请。恭喜严大人，若七烟古墨复原成功，那徽州墨业将兴盛有望。我叶后生出银100两，为这次复原七烟古墨添个彩头。好啊，好啊啊！七东家这个话说得豪爽，诸位还不赶紧敬七东家一杯啊！来来，敬。请。春花，系统拿回来了。哎，真娘，你看，看看，足足3升的生漆啊！多谢姑父。哎，别，这气筒太脏了，可别脏了你的手。没事的，我在家经常干活，这点脏不碍事的。哎呀，我叫个长工。给你们一路送回去便是了。那有劳姑父了。哎！你臭小子你！啊！这生气有毒，你想害死你爹呀！你还哭，还哭！你先别训孩子，快去把衣裳换了吧。快去啊！真娘，实在对不住啊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我这就让长工再去拿些生漆来。没事吧？痛不痛？不哭啊，不哭。给你敷吹啊。李德才，你往生漆里面兑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么稀？春花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糊涂。你还不说实话？我就是瞧着生漆行情最好的时候，那田本昌出手又阔绰，我就许了田家5升。可谁成想，爹居然要把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漆，就这么拱手送给那个甄姑娘，那不就不够了吗？啊，这得烧到猴年马月去啊！来，那真就算烧到猴年马月，我也要试。那当年爹跟爷爷不都是这么烧过来的？哎呀，倒也是。当年你爹啊，烧烟一起就是20多盏。是啊，配伍虽然不同，那终归不就是烧烟吗？我若是点成数盏一同烧，那必定能快一些。娘啊，还得是您呐！怎么了？爷爷，我不吃了，我去烟棚再试一试。饭还没吃完呢，吃完再走啊。你没吃几口？来，走啦。
清香，晶黑发亮，不错不错，确实是不错。不过这质感吧，和这超品烟台比起来，那是差了远了。哎，可惜啊，可惜，属实是可惜，可惜喽。戚东家有何贵干啊？老夫人托我给你带了红茶，要不要喝一杯？戚东家又是去找戚老夫人，又是来找我，说吧，所谓何事？我就不能来看一看这七烟古墨制作的如何了？哎，别，既然开了就别着急关上。戚某的确有一事相求。说，甄姑娘能否帮我说服老夫人，一起合作，共商墨事啊？哎呀，说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戚东家前日刚刚去了田家，又去了陈家，今日又执意要跟李墨合作，究竟意欲何为啊？我是一个商人，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我当然是要寻找能够休戚与共的营商之友了。别说是李家，甄姑娘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也可以跟您合作。既然戚东家不信任我，也不愿如实相告，那你我之间也没什么可谈的了，请回吧。哎，甄姑娘，此言差矣。戚某说的都是实话。再说了，你想想看，你已经在严大人面前应下了七烟古墨一事，入局了，退不了了，所以干嘛不与我合作呢？有了我的相助，甄姑娘一定会事半功倍。那七烟墨制墨师李真宣布，我的第一场试墨会即刻开始。
官觉得如何呀？让我来看一看啊。这线头墨如漆，笔势将近处泛着活光，层次嘛风韵兼具律动感。好墨，好墨，当之无愧的好墨呀！爷爷，我选你像不像？情爱漫过世界雨，你我主导消波了春意。窗棂悬着去年枝，茶几在袖口开出千里。夜色绕亮了了，咱们就到这儿坐着歇一下。细数又是天间的游戏。你却结束这年，在这休息一下。又把恨悄然蜿蜒成溪。远山墨色如你眉间无情。方才你在前面，你手是不是划伤了？没事。要是有胭脂墨就好了。什么墨？胭脂墨。哦，就是一种药墨，抹在伤口上可以消肿止血的。不过这胭脂墨，即便是在徽州也是不常见的。是我小的时候贪玩，每次出去以后回来都弄一身伤，我爹爹为了我特意研制出来的。不过这最后一块胭脂墨也被我送人了。送谁了？一个小男孩。是有一年的中秋节，我碰到那个小男孩的。他当时被一个人欺负，我上去帮了他。后来他就跟着我一起去摸秋，还受伤了。然后我就把他带回了我家，用胭脂墨给他治伤，最后还把胭脂墨送给了他。一个小男孩被人欺负了，你救了他。他够怂的。这仙江景色一日三变，我一直不能参透其中的奥妙。幸亏遇见了这方七烟古墨，这生漆加入之后，这墨色多了光滑灵闪，配之以墨色的深浅，才有了这种浮动之意。是这方七烟古墨成就了这幅新安江景图。严大人，这李墨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徽墨之首，真是好墨呀！严大人，既然七烟古墨复原成功，那戚某借着今日大喜之日，也兑现当日的承诺。小七，白两彩头在此，我义后生将全数赠予首位复原出七烟古墨之人，李真。给我就行。中了。没事，我能拿得住。干死干死。尝着尝着。说实话，刚跟爷爷学成那会儿，我有100倍的信心。我觉得，只要学会做墨，其他的一切都不成问题。可如今进了磨坊学习，才发现这里面一桩桩、一件件都是门道，我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我与您、六爷爷、少管事、孙管事相比，我实在是差得太远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戚祖母
想和你再谈一次合作，如何？七烟古墨成了，我与戚东家和范大官人谈定了一项合作事宜。磨坊急需要提高产量，我想请你与我们李墨再合作1年。这1年间，除了你掌管磨坊提高产量外，还需研制一款新墨，犹如七烟古墨一般，打出名头，打开销路。若新墨得成，我将以李墨销量的5分利的分成分你。条件虽然是苛刻些，但你要晓得，你在徽州业界也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，别以为自己有了些许本事，就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。太好了，真娘，这样你就可以跟着六爷爷他们在磨坊学更多的东西了。戚祖母，回去用脑子好好想清楚了，再来跟戚祖母谈。东家，拔刀了。哟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七帅。这把刀的主人，便是义后生的东家七九。这手法有点生啊，太生了。这个七九，也就是七帅的人。这七东家来到徽州做的第一桩生意，便是跟李家合作七烟古墨。可是如今，你将这墨坊散了出去，七烟古墨无法生产，这影响的不仅是李家，还有七东家的利益。况且七东家这个人，心冷手冷，杀人如麻，断没有我这么好说话。如今这七东家就在这门里，若是你执迷不悟，落在他的手里，那可是要见血的。孙百亿，接着说。是孙百亿给我的魔法。确实，我也没想到我能表现这么好，一问就招了。当然了，七东家这把刀也帮了我大忙。这刀可真厉害呀！这把刀啊，在甄姑娘手里用的是出神入化，甄姑娘的故事讲的也是精彩绝伦。我这也是没娘。为了李家的和睦，为了李墨的传承，李真断断不可留在我们李家磨坊。他从哪儿来的，你就让他回哪儿去吧。老夫人，请你将李真赶出李家磨坊。对，赶出去！不能胡闹！张住口！七祖母，您不必伤怀。既然事已至此，那甄娘便把想说的，索性一次性全都说清楚了。从复原七烟古墨之初，到如今磨坊泄露真相大白，我李真没有一点对不住李家。我为做墨而来，堂堂正正，从未有过要与你们争权夺利的心思。可你们却忌惮我霸占了主家的家业，夺了李正佑嫡宗嫡孙的声势，一再苦苦相逼。我忍到今日，不想再忍。七祖母，甄娘得您恩惠，得以在李家磨坊学习，甄娘感激不尽。
可这契书，恕孙女签不了了。七祖母，您多保重。他李默开他的李默，那我开我的小李磨坊，我两者互不相干呀。可李默毕竟是徽州墨业4大家之首，文慧做事总要顾及李默的颜面。甄姑娘若真心想开磨坊，那还需李默点头应允，我这个会长才好通融，不是？是不是你去文会了？是你拦着文会，不让我开小李磨坊，是不是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哪儿都别去。百年李默，徽墨正统，岂容你一个黄口小儿另起炉灶开什么小李磨？之前七祖母要给我续签契约，而你们李默就开始风言风语，说什么我一个外人要侵吞你们李家。那好，我不跟你们李默为伍，我开我自己的小李磨坊总行了吧？结果现在你们又说，一笔写不出2个李字，一个姓，没有办法开2家磨坊。嘿，这什么话都被你们说了。哎，这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啊？我不跟你在这儿强词夺理、耍嘴皮子。今日我也把话言明，李真，想另立旁支，做梦。如果你再一意孤行，别怪我再请祖师玄奇，请我们的祖师爷来明辨是非。还要请祖师玄奇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一除族之人，我根本不怕什么祖师玄奇。我且就放下一句话，无论你李景东，你们李默点不点头，答不答应，这个小李磨坊，我开定了。这姑娘的车是怎么了？她这夜下要到了，我得急着收工回家。你别把车横在路上，赶紧挪一挪。熙熙攘攘，冷却的滚烫。你是爱而不能忘的残花，与心相望却又不敢相望。谁欠谁归？谁愿眷恋来回？我已恨无悔，知情知书，至死也算完备。谁与情有违？将爱归来，将心觉得伴随，是错还是对？站在两端的我们，奈何只好相对。谁情谁在？谁人助了挽回？背离知己退，卸下防卫，到底谁更狼狈？严大人，不然还是您来为严小姐摘下果布吧。闺女，不怕啊。
真娘，还是你来吧。严大人，还是您来吧。不，你来。不，您来吧。你来，您来。闺女，你把脸抬起来，我看看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！你看看，你看看我闺女脸是不是好了啊？闺女，你看看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太太辛苦了。甄姑娘，本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。哎呀，严大人，您不必客气，这是我应当做的。你的这块九针宝墨的疗效，真的是了得呀！啊！真娘，多谢。不哭了，再哭都不漂亮。福锦墨。牵头了！范大官人到。范大官人。范大官人。范大官人。李真姑娘。范大官人。七九啊，自己来不了，非要我替他来恭贺甄姑娘。多谢。就冲着严大人亲为福锦墨题字，就算现货还没有齐，我范某也愿意先定上100挺，为咱们小李墨轩添一添喜气。小李姑娘，意下如何？真娘自是愿意的。若是范大官人愿意先取现货40挺，余下的60挺，我愿意让利3成，可好？好气魄！既然甄姑娘愿意让价，那我再多追50挺。既然范大官人都发话了，我再定50挺。多谢多谢，市价50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诸位。甄姑娘，这时辰已到，咱们开业吧。好，小李磨坊正式开业。赵深，赵大人，齐某来送你一程。齐东家，你我往日无仇，近日无怨，你为啥要害我？我害了你，赵大人。要说害，就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。怪就只能怪这些年你跟田家父子走得太近。赵大人，去金陵河后寨，你还有田家父子，一个人都逃不掉。小齐，哎呀，
田焕安，你等有何要讲？知府大人，小人一时糊涂，错用他人。赵深是一个无耻之徒，许承德看着老实，竟然也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。他们两人私下里暗中勾结，做假账的事情，小人一点也不知道。老爷，您，大人，许伯，你是看着我们兄妹三人长大的，我田家一直无比信任你，你的儿子、孙子都在我田墨做事。我家尊你是长辈，待你的家人就如待自家人一般亲的。你怎能陷我田家于如此不仁不义之地啊？许承德，你勾结赵森做假账一事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小人小人认罪，认罪。大人，我身为田墨主事，自知有罪，我自愿请辞田墨主事，自罚，从此永不进入徽州墨业。好，田焕安即自罚退出徽州墨业。本官宣判，罪人许承德流放北地，田家退还赃款5000两，田家父子3人无罪释放。大明第一制墨师。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的制墨大师，让整个徽州的人，不对，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。我相信你。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。我猜应该是那个小怂包吧。不许你这么说我朋友。好好。若是他还在世的话，年纪应该跟你相仿。但是他的个头一定没有你高，因为你上次说他才那么大点儿。七九，没有想到你不是来劝我的，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去参加共墨的人。但我也知道，你此次来徽州就是奔着参共去的。若是我的决定会让你为难，你若是想撤出投给小李磨坊的钱，我绝无怨言。不，我向来都相信我自己的眼光，但现在我更加的相信你，所以投给小李磨坊的钱定然不会撤出的。而真娘你，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。那若是我的小李磨坊日后可以越做越好，我愿意拿出额外的分成给你，来回报今日你对我的信任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真娘给我分红了。好，那就以这片松林为证。快！这边画，小心啊！宋温，果然是宋温。这磨坊每半个月就会派人来检查松场，怎么会没提前发现宋温呢？这宋温蔓延的极快，又身在隐蔽之处，除非前期恰巧将这松树的主干砍掉，才能看得见。可是如今，已经长到了枝桠，进入了膏肓之期了。那这怎么办啊？这李墨以松烟见长，如今松温一发，产量势必会减少，而李墨这次供墨，恐怕也悬了。花，六爷爷，六爷爷，哇啊，这样跑。
松树如何呀？啊！都给我！六爷爷，您不用看了，那边我刚刚都看过了。天要亡我李家呀！这天要亡我李家呀！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，我看了看，看出了一些名堂。祁东海是谁？谁是祁东海？我就是。你这平均10份的松烟烟台有8份的良品率，远超其他的墨工，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。你原本是3等墨工，今日升你为2等墨工，功酬加倍。多谢曾姑娘。平日再接再厉。2等墨工几个？相当于。陈姑娘，这只怕不妥吧？按墨坊的规矩，3等墨工至少需要2年时间，才能再通过考核后升为2等墨工。这祁东海来磨坊烧烟，才不过短1年时间。你看这，邵管事，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，可若是死守着规矩，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。如今松纹发了，诸位少飞1碗烟台，便可以多节省出1块松材，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，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，无论你是谁，是哪一道工序，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80%的良品率，便可以升一阶，不受年限的限制，获得应有的功酬。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，多钻研，共同挺过李墨的难关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！这是好事啊。甄姑娘，之前是我误会了您，我在这给您道歉了。对，甄姑娘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能看清楚真相。我也早就想向甄姑娘道歉了，以后但凡是甄姑娘的吩咐，我无一不从。对，活当30两，死当60两，你是要活当还是死当？死当。金3一枚，死当60两。钱给你，收好啊。谢谢。慢走。客官慢走。何掌柜，把刚才那位娘子当的东西给我看一下。可以。给你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还有生漆吗？卖光了，早都卖光了。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，半年前呢，便由我做主，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。这每一笔啊，我上头都做了登记。姑姑，姑父不在吗？啊，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，得有个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你们眼中可还有尊长？我可是你们姑父啊！要是让你春花姑姑知道了，她可饶不了你们！我呸！还敢提春花姑姑？李德才，你吃穿用度全靠李家，可你去忘恩负义，倒卖生妻。春花姑姑为了包庇你，瞒着李家上下替你做假账，而你呢？你拿着这些钱来顾外事，你对得起春花姑姑吗？那生妻本就是我6房的，我又是6房的人，为何卖不得？再者说了，男人哪个不是3妻4妾的？
抬起头，李德才，你是不是觉得春花姑姑会为了润哥一直容忍你？还是你觉得我没有你倒霉生气的罪证？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被打折了手，赶出李家，送到官府去法办你。那个时候，春花姑姑离了你，文慧将你的罪行公之于众，苏徽两地的墨业谁还敢用你？我倒要看看那个时候你还怎么活！陈娘，师娘，姑父错了，你就看在春花姑姑的面子上，饶了姑父这一回，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哎，退下去，退下去！是，直接拉回徽州。哎呀，真娘，真娘，啊，这是我六房的耻辱。前几日不是来信说已经找到松才开始砍伐了吗？这六爷雨天涨水，六爷不肯绕路，运松才时不慎掉入了河里。我们花了半日时间，才在下游找到他的遗体。爷爷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六爷爷，真娘，你六爷爷他。你不是一心求死吗？好啊，今日你便当着六爷的面一头撞死在这棺材前，我保证，没有一个人敢拦你。六爷是为了李默而死，临终之前始终心系家族荣誉。我今日便让他好好看看，自己舍命相护的儿子，为了一点挫折便要放弃，为了一己得失便要寻死觅活。但在你死前，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。你这一把火，烧的是干脆利索啊，可你却烧了大半个库房。李家所承接的墨单无一可交付，你可知这些需要赔偿的银两从何而来？大伯娘三叔母的嫁妆，春花姑姑庄子的营收，小李磨坊的营收，少管事半年的工钱，还有我爷爷娘亲的提及，就连正身哥都将他视若如宝的金丹符箓拿去卖了，这一大家子拼拼凑凑，才勉强将这些全都凑齐。李默100年基业啊，险些因为一场大火毁于一旦。可李氏上下，从为了李默而死的六爷，到如今倾尽所有，互相扶持渡过难关的所有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孬种，唯独你李景东。为了一点挫折便要轻言放弃，还试图用死来逃避这一切，你就是孬种，你就是一个懦夫。你死了一了百了，你有想过你的家人吗？你的发妻，你的儿子，他们该如何？三叔母为了你，日日以泪洗面。正身哥为了救你，只身奔赴火海，烧伤了自己的一条胳膊。难道你真的想让他们因为你的死内疚自责，余生悔恨吗？你扪心自问，你当真无愧吗？
京东说，若是我说了这些，你还是执意要死，无人能拦得住你。你的生死由你自己决定。陈娘，这个拿着。这是我们六坊珍藏的顶级松烟墨的磨坊。自古家训，磨坊不得外传，此乃磨坊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京东说到底我尚未归宗，这不合适。我说合适，他便合适。你既已摒弃前嫌，我又岂能再存私心？再说了，这磨坊在我这儿已经成了我的心魔，有害无益。你若是能吸取灵感，为心墨增色，那是李莫大幸啊！要是你七祖母醒着，想必一定会支持我的做法的。朕娘一定全力以赴。启东家，都是家常便饭，若有不周到的地方，见谅。八爷您太客气了，七舅冒昧登门，承蒙不齐，也是十分感激。启东家，就当成是自己家啊，别拘束啊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正良，快抱一坛酒过来，再拿几个碗。好嘞，来，鸡汤来了，汤来了，拿几个碗，快点，我去拿娘。哎，吃吧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七东家呀，今天是稀客，晚上一定要喝好，喝尽兴了。好，来，伯母先敬你。哎，谢谢伯母。行了，尽兴啊！哇，七东家好酒量啊！快，给七东家把酒倒上。来，娘，让你招待客人，没让你把人灌醉。哎呀，喝醉了好，一醉解千愁。喝醉了之后，那所有的烦恼就全都忘了。来，咱们啊一起敬一下七东家。来，你坐上吧，坐上吧。八爷，来，少喝点，多喝。真娘，这是嫂子新学的手艺，你尝尝，看有没有得到娘的真传。好，我尝尝。你这个当哥哥的，怎么不让着妹妹先吃啊？真是的，你个大萝卜，你不知道先招待客人的。来，七东家尝尝我嫂子的手艺。谢谢真娘。别客气啊，爷爷。娘多吃点啊！哎，谢谢真娘，别喝多了。哎，大萝卜自己吃啊！客人在，你别乱叫。你快吃，看好吃吗？我还以为是娘的手艺呢。你嫂子得到了娘的真传。你竟想要变卖李家田产？你做梦！不是变卖，是抵押。磨坊修缮缓慢，这是因为没有钱的缘故。只有抵押田产换成现钱，才能加速重建、恢复生产。大嫂，弟妹，这个主意，真娘和我商量过，虽然有点冒险，但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。你们俩倒是挺会一唱一和啊！哦，磨坊要紧，这宅子里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就不要紧了吗？大嫂，你也该说句话呀！这后宅的账目您最清楚了，这全家人的吃喝拉撒全指着这几处田产铺子的营收。
这若是抵押了，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江月，你所担忧的，我心里都能明白。但是现在磨坊不是有难吗？你刚才也听到了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我们后宅别的忙也帮不上，无非就是节衣缩食，撑几天罢了，会好起来的。自打我嫁到这个家以来，这个家再难，也没动过内宅的根基。怎么这个丫头一来，家里四处遭难不说，窟窿还越补越大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事情我不答应。四叔母，等签了新的订单，自然有银钱回流，最迟磨坊建成的时候，就可以将这些田产赎回。否则，李墨若是垮了，光靠李家这些田产铺子过活，这日子也逍遥不到哪去。我真是小看你了，李珍。原本以为你只是想将磨坊占为己有，没想到你心狠至此，竟想趁李家之危，将李家的产业尽数败光。弟妹，今天李家能说得上话的人都在这儿了。既然你我的意见相左，那就让大嫂来决定此事吧。我同意甄娘的做法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你们既然都决定了，还找我来商量什么？你们这是要合起伙来，把李家往火坑里推！这个我也听闻此处有家磨坊。对呀，这是哪里呀？哎，各位叔伯好。哎，这不是甄长氏吗？这是李家磨坊。对呀，李家磨坊是在四宝街，这是。各位叔伯，这里啊是我们李家的老磨坊，可如今也是我们李家的新磨坊。各位叔伯既然已经来了，不如进去参观参观。甄长氏，哎，这祁东家这么做不厚道呀。今日我家中还有事，告辞了。告辞。哎，叔伯，各位听甄娘说了，我知道大家平时事务繁忙，可是如今这老磨坊里确实有值得一看的东西。既然都来了，各位叔伯赏个脸，进去看看。甄长氏，哎，我们就想问问你，这李家卖房卖地是否确有其事啊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抵押田产。可这恰恰是我们李家举全家之力来保证李墨正常运转的决心。这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保障生产上，各位叔伯进去一看便可知。甄长氏啊，这做生意呢，讲究个你情我愿啊，说破天他也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。是，快些让开，彼此也好顾全脸面。周伯，您就算不愿意见我，那总归得见见我爷爷吧。爷爷，爷爷，哎，爷爷您快来呀！哦，哎，来，爷爷，您看看谁来了？哎呦，周仁！哎呦，周仁，八爷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咱们多少年没见了？可不是嘛！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周伯伯来是想看看咱们老烟棚的新样子。诸位伯伯们，虽然如今我们李家的烟棚暂时用不了了，我们老磨坊的烟棚可是热火热灶的，全都烧起来了。这几日爷爷一直在里面帮忙指挥呢，是不是爷爷？那既然来了，那就随便看看。请进吧，我爷爷都说了，那咱们就进去看一看，不耽误多长时间的。来，随便看看。啊，请。好，八爷。来。八爷有所不知，是大件了。八叔，您也是劝我把这批松材让出去的吧？是。这批松材是我爹用命换回来的，
我李景东就是死，也要把他们守住。我知道，您技艺之小，便请回吧。景东，我在想，你爹想要的不是这些松材，而是你的清醒，是李默的100年传承。阿叔，我爹不像您，堂堂的大明至末5杰，一生起起落落，足为后人称颂。他呢，于墨上输了一辈子，可他也勤勤恳恳为李默操劳了一辈子呀。这松才证明他活过，证明他为李默拼过命，这是他留给我的念想。您忍心让那些阿杂玩意儿拿去糟蹋吗？景东，你是为松而死，还是为了你爹的遗愿而活？哪个更重要？六爷爷留下来的绝非是这一批松材而已。景东说，六爷爷是李家响当当的人物，危难之际接下李默，可堪李氏族人之表率。我已经跟大姑娘商量过了，眼下也想同景东叔说一声，我李真以当家人的身份提议，将其画像挂入祠堂，与先祖李廷圭共享李家香火。这烟台当真是这松脂油烧出来的？没错，昨日我去李家松场，亲自挖出来的。这人人都因松温而砍去松林，鲜少人知这松树下的松脂。真娘，真亏你想得出啊！那真娘，你的意思是，用我们李家松场松树底下的松脂油，来应对这次材料短缺的危机，是吗？京东说，我想要的不只是这些。如今田家长着曾经骆家的灵溪松场，而这松场是目前徽州府内最大、最古老的松场。我想要灵溪松场的使用权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用我们的松材换灵溪松场的使用权，再把灵溪松场松树底下的松脂油挖出来为我们所用。没错，若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松场，那未来几年咱们李家就再也不缺松烟台了，而且品质都是顶级的。不过，田本昌素来多疑，即便是染了松温的松场，他也不会白白给我们的。所以今日我想跟爷爷还有景东叔商议一下。如今我已经对外说，我们李家改种油桐树，并且让祁东家四处联系桐苗商贩，以此为由头，在暗中收集松脂油，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了。还有，若是下次田家人再来的时候，还得劳烦景东叔跟我演上一场誓死护松、叔侄离心的戏码。我必须让田本昌知道，他这把生意只有跟我李真谈，才有可能获得这批松材。明白了，真娘，你就说景东叔怎么演吧，是放开了演还是收着演？您就按照田江月那样演，越疯越好。田默险些忘了，田家能有幸为朝廷置办松烟墨，多亏李默相帮。啊，是。听闻祁东家听命于李家，田某就以茶代酒，先向祁东家致谢了。呸！
妖道走狗，死不要脸。哎，说什么呢？田公子，萧七不懂事，我一查太久，一查太久。田公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先人青玉不容玷污，还请祁东家管好自己的狗。田公子的眼神有点问题，我没看到什么狗。萧七是我兄弟，刚刚这一架，算是我带他受了。敢问田公子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李家还有差事，告辞。祁东家，这次松场的差事办得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我想给你一点小利，如何？小利啊？行，芝麻再小也是粮食，说来听听，多小的利？之前李牧的松场呢，都是由六爷爷在打理，如今他人不在了，所以我想这松场，不如交给你，如何？日后你烦心的时候，可以到这草庐里面歇一歇，怎么样？当真？当真。不过眼下我没有契书，那不如就用这松脂球作证，一言为定。一定，一言为定。都给我敲碎了啊！捏一捏就好了。真的？谢谢。要不然，咱们后面补一张契书呢？一定一定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哎，我的真神娘娘啊，赶了半天，还是赶了个尾巴。我说怎么堂堂真长氏这饭吃到一半就逃席了呢？哎，别乱说啊，我那可不是逃。刚才你又不是没看见，这每个人都敬我一杯酒，我再喝下去，我可就喝多了。我可是答应我娘了，我今天不能喝多。哇，好漂亮！看到没？看到了。你们怎么欺负人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之前这花子把我的鱼灯弄坏了。我当什么大事？我都给你，你不许再打人了。茶几在袖口开出千里，烟森绕梁袅袅去，细数又是天间的游戏。低垂结束这年轮，用八分悄然蜿蜒成溪。你刚才去哪儿了？都说徽州中秋节要看烟花，要观鱼灯。虽然呢，咱们赶上个尾巴，但是东西不少。谢谢了。漂亮吧？漂亮。
真漂亮。啊，想不想玩一个更好玩的？玩什么？摸球。走。大嫂啊，咱们家行事历来公正，如今三哥不在，这里只有您能做主。甄丫头掌事啊，明显能力不足，依我看，就应该先撤了她的掌事权。蒋月，再来看看这窟窿捅得有多大，该怎么补。四叔母，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掌事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。甄娘，大伯娘，眼下首要之事是理清真相，把原材料补齐，将这批世泽墨赶出来。为了这批墨，我也不能往后撤。待交了墨，若真的查出是我的疏忽，不用大家说，我自己回到七祖母面前请罪。甄娘，如果重新做墨的话，还来得及吗？立刻补救总是能赶的。好，我平日在这个家里说话一直也是没什么分量，可今日三哥也不在，这个家里好歹总得有个男人出来撑撑腰，这事情才好商量，不是？你不要说这些旁的，你有话直说。德才，有什么话想说，单说无妨。这几日我是听说，自打咱们家用了挖掘出来的松脂油做墨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，各地都有效仿，做得好的呢也有那么几家。恰巧我与这几家的掌事都还算是相识，眼下时间紧迫呀，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，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，以解燃眉之急呀。这好像也是个法子。姑父已经卸了跑商的差事，没有想到如今对外头的消息还依旧是灵通的很呢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。大嫂，若是您觉着这个法子可行的话，那您就支我一些银两。哦，对了，以我现在这个身份去跟人家谈，怕是有不妥。这事若是要谈成，还请甄掌事暂借我名印用上几日。姑父今磨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这灯草没有搓出几根，原来心思都放在这方面了。我今儿就把话撂在这儿了。如今李家掌事的人是我李真，你想要的钱一分没有，掌家名印更是想都别想。世泽墨就是世泽墨，拿别的墨来交付那就是欺诈。交不了墨，我宁可赔钱，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。谁说无人认他？景东叔，你回来了。晚辈李景东有礼了。各位长辈，请安坐。我李家6房长子李景东，在这儿和诸位长辈表个态。我侄女李珍，就是李家的掌家人。谁有不服，尽管来找我。三哥，你忘了你的腿了吗？你这一个被除族的人，你怎么能为他撑腰呢？是啊，他一个除了族的人，每天为李家殚精竭虑，几次挽救李家于水火。
可你们呢？几次三番，使绊子，泼脏水。各位长辈，我侄女李珍，我可以一力担保，请给她5日的时间，届时一定给大家一个真相，并且给出按时交付订单的法子。诸位长辈，你们觉得可好啊？要是5日之后还没有说法呢？那我便自行退权，绝不会让各位族老为难。那好吧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5日之后再见分晓。各位长辈，慢走。我把他放了，换你。亏你想得出来，你当我傻是吗？他想我才好摆弄他，哪里像你，少跟我耍什么花样！我告诉你们，想要让他活命，就都得听我的。好，我们听你的。那你说，你想让我们怎么做？我要1000两银子，我还要1辆马车，还有，你们现在就把荣哥还有芸娘给我接过来。等我们上了马车，出了城，我们安全了，我就把这臭小子给放了。李德才，你做你春秋大美梦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个死瘸子！你敢把我死瘸子？才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你们再跟我废话，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他？我答应你，去，按照他说的做，快去！李德才，快把郑佑放了。娘，李德才，我告诉你，今天郑佑要是有什么好歹，我赵锦不会让你走出李家门。你个疯婆子，李家不是把你赶出家门了吗？你个丧家犬，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，李家的事我不管，但郑佑是我侄儿，婉仪是我大嫂，你欺负他们就等于欺负我，这事我管定了。李德才，放下郑佑，别怪我的刀不长眼睛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幼儿，娘，绑起来，关柴房里。没事吧，幼儿？陈江月，一心求死算什么本事啊？蛮横这么些日子，别临到头让我看不起你。你不是一心想赶我走吗？来呀，再跟我斗上几个回合！怎么，怕了？这就要认输了？陈江月，我看不起你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一个孬种！你们放果儿，弟弟，冷静点！弟弟。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让我去找琪琪，田大少爷还真是不请自来啊！田少爷说的没错，真娘确实有事，有求于各位叔伯。丫头，尽管开口。真娘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5日使用权，借5日使用权，协助真娘再合适则磨。李珍啊，李珍，你可真是好算计，白用人家5日磨坊来生产你李家的磨，这得让各家损失多少银钱啊！是借我们的磨坊用5日，可这再合磨的法子，却能让我们磨坊里的旧磨、废磨重见天日。哎，这买卖划不划算，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啊！三爷此言差矣，就拿我田家磨坊来算，这1日里生产的苏和油磨，
少说能挣50两银子呢。笑话，我们卖一挺墨，本分分赚个2成的利润。倒是你田家的苏河油墨，成本本就昂贵，顶着贡墨之名，定价更是高了成本的5倍不止，其中更是有1成利润直接进了墨商和书生们的口袋。此前书院的强制用墨的不正之风，也都是你们田家惹出来的。谁家开门做生意不为利啊？我田墨上上下下那么多墨工要养家糊口，我当然有责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啊！哎呀，真是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田少爷不请自来也就罢了，还非要赶这儿挨上一顿骂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感谢各位叔伯的仗义之言。真娘也有句肺腑之言：这墨方乃是各家磨坊立身之本，向不外传也是理所应当。但真娘想，若是墨守成规，那最终会自困手脚。如今李默公开的在和磨坊，确实是为解燃眉之急，但同时，真娘也想借此一举，破门户之见，开风气之先，助力我们徽墨再现繁荣景象。说得好。郑丫头，李默现在和磨坊，负责整个徽州墨院，陈默愿领订单300铁。多谢三爷爷。诸位，有我陈继如担保，大家尽可放心。潘墨愿认150铁。谢潘掌柜，我也敢以潘墨信誉担保，诸位不必担心。我黄墨认领100挺，于墨认领50挺。真娘，感谢各位叔伯。13年前，贡墨失利，确是八房之过。八房自请出租，李金水愧对李家在先。金水曾立下誓言，此罪不赎，八房绝不归宗。京东，七嫂，非是我固执，不通情达理。13年来，我何尝不是日思夜想，梦里惦记着有一天带着八房认祖归宗。可金水心里除了有愧，更是不甘。李家劫难始于贡墨案，13年间历经磨难。金水虽已年迈，也发誓不再织墨。但如今，我愿意拼得这个残年。祝景东，祝我家真娘重得贡墨权。贡墨权重回李家之时，方是我李金水归宗之日。坐。爷爷，七祖母，景东说，不管我们何时归宗，如今大家能坐在一起，吃上这顿饭，不就代表我们的心早就回家了吗？当然了，作为回报嘛，我可以请你去看南京的灯彩。我听说三山堂里有数不尽的灯，
花鸟鱼虫，什么样的款式都有。怎么样？听到这个消息，开心吗？甚好，甚好。但可能这次南京我没办法去。哦，对，我听说如今倭寇闹得凶，骑帅在前线，应当是十分的吃紧。你放心，若是南京这一趟顺利的话，我可以提前给你分红，大概年前就可以送到军中。不光是军资的事情，如今我重回义后生，正是重振旗鼓的关键时刻，所以真的不便离开。你重回义后生，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忙。去南京只需要1个多月，难道1个多月都不行吗？戚某可能日后无法兼顾在李默的差事了，所以今日正式向你请辞。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当然，你不用担心，这南京我还是有些人脉的，明日我就帮你书信几封，帮你安排好。前段日子也要谢谢郑姑娘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。不必了，方才是我一时头热，自说自话了。戚东家，你是能人，也是潇洒男儿，我不该拘着你。这刘和茂就当我送你重回义后生的贺礼。真娘祝戚东家鹏程似锦，前途无量。我先走了，不必送了。东家，咱都看见甄姑娘了，当真不去见她一面？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你把伞送到了就好。嘴上说着不帮忙，背地里让我给人送伞，心口不一。佛家重地，别说那些没有用的。七九，甄姑娘，肖大哥，我真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不来南京的吗？你怎么今日在此处？之前的确是脱不开身，但今日是奉七帅之命，来给战场上阵亡的将士们祈福的。这把伞是你送的吧？他送的。啊？哦，是我送的。无论如何，天大地大，你我在此相遇就是一桩缘分。你祈福结束了吗？若是结束了，不若同我跟兰儿一同下山。仲申哥和仲佑都来南京了，我们一同聚聚如何？祭酒今日的确有公务在身，不便应邀。不好意思啊，甄长生。
无妨。前段时间我给家人寄了好多南京的特产，我顺便给你寄了一份，收到了吗？没有。我离开惠州数日，没收到你寄给我的东西。那行吧，不打扰了，你忙吧。告辞。那我这伞怎么还你啊？一把伞而已，没关系的。果然是你送的，你当着佛祖的面前都敢骗我。拿着，我不需要。那日在落霞寺，我问了你那么多问题，你不回答我，你敷衍回避。可今日你又如此担心我，七九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之前你助我颇多，我想尽我可能护你周全。你不要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了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那没了。好，既然你什么都不说，那我来说。那日在落霞寺你送我伞，我其实心里是很欢喜的。今日我见到你如此担心我，我也是感动的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心里明明是有我的，可是我就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，还想方设法的推开我？对不住。好，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就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。七九，我想要的，并不是一个在暗中自说自话、自我付出的人，我想要的是可以跟我堂堂正正一起并肩而行的人。今日，我承你这份情。我李真在南京，虽然没有祁东家你有手段、有地位，但我好歹是李墨的掌事人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事情也不再麻烦祁东家您了，也请祁东家自重，不要再跟我纠缠。珍珠。你为何把墨做得如此之小？岂不是没几日便用完了？回公主，此墨的用意，便是在此处。这12节墨对应的是从立春到小寒的12个节令，若是日日使用一块墨，可以用1月之久。公主殿下便可每个月为贵妃娘娘送上一块新的墨，以送墨为连接，将这12节令变成12个陪同贵妃娘娘一同庆祝的日子，陪在贵妃娘娘身边，感受4时变化，也彰显公主殿下的孝心，并非只是生辰一时，而是在日日、月月、岁岁、年年的陪伴。做墨时能体贴用墨之人，你有如此洞见，足以证明甄姑娘有一颗孝心。禅师谬赞，这生辰墨是公主送给贵妃娘娘的，也是女儿送给母亲的。
我在思索如何做此墨的时候，完全是凭借一颗女儿的心思去想，如何可以让母亲开怀。我想，对于每个母亲而言，真真切切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。因此，民女斗胆将此墨呈现给公主殿下与贵妃娘娘。齐思烈的墨端庄大方，很合本公主心意。李家的墨能将本公主与母妃连结在一起，甚是难得。二位之墨大家，辛苦了。12节墨是本公主更想送给母妃的礼物。本公主宣布，今次生辰墨遴选获胜的是徽墨李家，李家也将拿到本公主府上3年私墨权。承蒙公主厚爱，李珍以及李氏全族叩谢公主。有人登记神兽，快去报官！老板，这是寄到我家的，麻烦快点。老板，拜托了。好。佟强，你可看清楚是谁干的？我认得，连胜，但他们是有备而来。不过我大概能猜到是谁干的。田本昌最近在干什么？他还是整日和那些纨绔待在一块儿。我断了他捐官的路，也挡了这无为氏敛财的路。他们有意报复，我也能理解。但这田本昌还留在南京，想必他留有后手。小姐，董强，你暂时留在南京，随时观察他有什么动静。好的，董强。真娘，你为何会如此之好？遇到你是祈求的幸运。我不想再隐瞒我对你的情感，我心里一直都有你，从未忘记过你。
真娘，你刚刚说的秘密，我不否认。这个秘密是在我遇到你之前，能让我活着的唯一的动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我这个秘密坦白给你，但请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。我相信很快，很快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会坦坦荡荡、完完整整、好好的和你在一起。你不必再说了，你说的话我都信。那我们说好了，从此以后你不许再推开我。从此刻起，我们相爱相守。请把黑暗中等待的光化作风霜后行的方向，信任让人不慌不乱不孤望，请把还能再相遇的他当作是命运赐的希望，再多的恨与无憾已过往。正因为这些，我们李默才得以一直传承下去啊！这是李默人是死都要护着的东西。真娘。真娘，李家的家业，李家的根本，就在这4个字：志默记忆。有了它，我们李默人，不管经历了多少苦难、艰辛，让我们李默能生存下去的，就是这个技能和精神。你要记住了，真娘记住了。李真，是你为我们李默带来了重生的希望。今日，七祖母当着祖师爷的面，要把李家、李默交到你手上，你要守护好他，你当之无愧。七祖母，真娘必会竭尽全力，誓死守护李家，传承李默。我就没像今天今日这般快活了。这丫头，辛苦你了。七祖母想问你，你快乐吗？守护李家是七祖母的命，但并非是你的。七祖母就是希望你奔着自己的目标去闯，希望你大胆的
去追求自己的快乐。七祖母，来这个家是我自己选择的，在这个家，我很快乐。好，好。七祖母，您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，我爹跟我娘一进山，我就跑来跟您睡觉。那个时候，您总跟我唱一首歌谣。我当然记得，包如果。七祖母，那真娘唱给您听，今晚先好好睡觉，明早我去给你买包萝卜，好不好？好。脚踏一箩筐，手捧包萝卜，猪肉整碗吃，除了神仙就是我。脚踏一箩筐，手捧包萝卜，除了整碗吃，神仙就是我。脚踏一箩筐，手捧包萝卜。七祖母，包萝卜买回来了，快醒醒！您闻闻香不香？七祖母，醒醒啦！七祖母，醒醒啦！七祖母，七祖母。此次暴乱，七帅将派于将军前来处置。况且何知府素来爱民，又与于将军私交甚密，各位叔伯也不必太过于担忧。话虽如此，但是之前闹松瘟，各家都还没缓过劲来，现在又闹这么一遭，外头的原料进不来，什么都得涨价。大磨坊或许还能够撑一撑，我们这些小磨坊怎么能熬得过去呀？依真娘所见，如今当务之急是要将这些原材料的价格稳定下来。我们向来跟松材、胶材还有药材商是相互依存，所以胡会长还得劳烦您，请您出面联合一下这些商户们，看看可不可以把这几个月材料价格稳定下来，这样也可以让大家撑到开春。真娘这话有理，涨价虽能让原料商熬过一时，但我们这些磨坊倒了，终究对他们无益啊。正是正是，我稍后就去。这况且每次暴乱，各行各业最怕的就是大商户趁机降价，以低价来击垮兼并这些小商户们。现在这样的情形，怕就怕会有人动了歪心思，才是整个磨业的祸患。不错，会长还需拟定一则约定，非常时期，各家墨轩不得借机挤兑同行，需共度难关。只怕到时候我们肯听命，却有人不愿守约。分明已向严大人告了天家，严大人虽说为难，却也不能放任此事。若是潘掌柜能再等一等，
我爹本来听了会长您的话的，可田家派人上门，他们不停地找我爹的麻烦，我爹实在忍不下去。败类，败类啊！婶婶，莫怕。胡会长，天下你打算如何？又能如何呀？先召集莫野众人为潘家筹些银两，后事办了。咱不能让潘家的妻儿生计没着落，这剩下的事儿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胡会长、三爷爷，我们退一步，田家必会欺我们2步。若是再这样下去，到最后，我们只会坐以待毙。如今，我们不能再让田家的恶行继续得逞下去。可是真娘，田家现在是顺风顺水，连严大人都无计可施。你说我们能如何呢？如今崩落未歇，唯有出城，请于将军出面，为我们徽州的商户开商路护航，方有回转的机会。省长是，你是女子，可能有所不知，这士农工商商人历来排在4民之末，我等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怎敢请官兵替我等效力啊？黄掌柜，我们凭自己的本事做生意，我们给朝廷交赋税，为军队供军饷，连祁东家都在我们此处筹办军资，谁又敢说我们商人会低人一等？可自古以来，哪有商人敢跟官兵谈条件的？又哪有官兵为商人的商路护航之事？闻所未闻，闻所未闻。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通犯，在我大明是死罪！别听他胡说八道。谁拿下他，赏钱100两。上！就叫张阿姨来，要快！拦住他！上啊！上啊！都别动！给我把门给我堵上！你是什么人？把头抓过来！七九，张大哥，他就是当年骆家钦犯骆文谦。你说的一个字我都听不懂。各位官差大人，齐某暗中调查田本昌犯通藩重罪。这通藩的罪证就在我身后的这间屋子里。如若大人不相信，随齐某进去一探究竟便知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祁东家刚刚下狱，这田家便坐不住了。除了刻意想打压、诋毁我们李家之外，最重要的，他们是怕通藩的罪行暴露出来。通藩啊，那可是重罪。爷爷，之前祁东家，之前骆文天就一直在调查此事，只是最后，他还是差了一步，没能将田家人赃俱获。这个田家，简直是讳莫之耻！先是供墨上欺辱陈三爷，后又逼死潘掌柜，如今还敢通藩，再不能放任这个田家继续祸害
咱们徽州末业了。景东叔说的没错，这所有灾祸的关键都在于田家。所以真娘做了一个决定，真娘想替骆文谦继续查通番之事。真娘也知道，此事风险极大，所以今日也想问问大家的意见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三叔支持你。真娘，天塌下来，爷爷顶着，你尽管去查，老天爷是长眼的。没错，真娘，咱们绝对不能失了骨气。娘也支持你。真娘，咱们全家都支持你。好。皇儿，皇儿，停脚！你想干什么？住口！休得无礼。是小姐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日刚到。啊，今日回来的，挺好。你这回来都还没逛过呢吧？你走了以后，徽州变化挺大的，什么首饰、绸缎、胭脂水粉，还有那边开了一间新的糖水铺，味道跟咱们小的时候喝的一模一样。你要是哪日想去，我带你去。行，今日奔波定是累了，赶紧回吧。回吧。真娘，你怎么哭了？哭什么？真娘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真娘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原谅我，真娘。傻花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大人，这乃是徽州父母官，怎可冤枉好人？大人，还请您明鉴了，大人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请您。退堂！知府大人，且慢！胡会长，三爷爷，拜见知府大人。徽州文会会长胡宣礼愿为李默担保。李默百年信誉，怎可能做出通反之事？陈默长史陈继儒愿为李家作保。黄默黄山愿为李家作保。潘默潘若果愿为李家作保。你们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？还不速速退去！若阻挠本官断案，一律同罪论处。大人，陈默与李默同在徽州末业相交多年，草民陈继儒与李家多有来往。从已故的李家6爷，再到戚老夫人，李默的每一位先辈都是明知乡里的贤达。由此家风，草民断断不弃。今日的李默后人会背弃祖宗教训，做出通番之事。什么时辰了？已过辰时了。你去看一下，爹娘还有大哥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是。
陈娘，我正担心你，我还在想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来。华儿，你放心吧，一切按照计划来，别担心。把这院子给我看住了，不许任何人随意出入。陈娘，你去躲好了，躲在屏风后面，快去。大哥怎么来了？走！你们谁敢？田本昌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真娘，走开他！放开他！真娘，你和华儿果真是姐妹情深啊！可惜，你棋差一招，终究不是我的对手。田本昌，你卖媚求荣、通番敛财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把他拉出去，上轿。别动！华儿，真娘，真娘，华儿，真娘，放开我！真娘，放开我！田本昌，卖媚求荣，你不要脸！真娘，等我将华儿送上轿，再回来和你算账。多谢。真娘，哎，华儿，哎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没事，并无大碍小伤。走啊！田本昌、田本胜，你们二人，民女李珍，拜见何大人。知府大人。李珍，是华。李珍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田本昌，你还没明白吗？我是故意落入你的圈套，若非如此，又怎能梦中捉鳖，将你和通番墨人赃并获？花儿，我们分开走，我走后门，你快些回家，免得让人生疑。镇长室，田家的嫁妆中可有通番墨？肖大哥，劳烦您跑一趟，一会儿护送花儿回去，务必盯好了，他身后是否有人跟着？可是有什么异常之处？之前花儿查通番墨的时候，险些被田本昌发现，我这心里有一些担心。放心吧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好。我一路隐藏身形跟着田荣华，镇长室，果然如您所料，田家那俩小子也一路尾随着他。我担忧田家小姐的安危，在门外僻静处等了2个时辰，未见有任何风波，这才赶回来。三爷爷，丫头啊，你真是有口。君山叔，陈娘，华儿有话想跟你们说。三爷爷，君山叔，此前共墨竞选，是华儿一时糊涂请来庆贺，让陈家错失共墨权，更乱了徽州墨业的规矩。今日又蒙徽墨同仁出手相救，华儿更是惭愧万分。华儿自知罪不可恕，三爷爷要打要骂，华儿绝无怨言。三爷爷，田家罪行公之于众，全因华儿大义灭亲。这田家虽然罪恶昭彰，但真娘保证，华儿跟他们绝非是一丘之貉。错已铸成，改悔无用。过去的事情早已无法改变。三爷爷说的对，过去无法改变，华儿不敢奢求原谅，但华儿保证，他日庆贺倒台，我愿亲自去官府自首，作证，还陈家声誉清白。在这一天到来之前，
我绝不会离开徽州半步。能当着莫邪众人的面，在何知府面前将此事澄清，不推脱，不找半分借口，并且还要去自首作证，也实属不易啊。多亏有甄姑娘，才能让田家下狱，咱们骆家的亡魂，你们也可以瞑目了。这些年在你心中的梦魇，总该过去了。甄娘，这一杯我敬你。从儿时的相识，到后来的相知，再到事后有诸多的境遇，都是因为有你，才得以转换。遇见你是我的幸运，谢谢你，我敬你。祁东家，骆文谦，这一杯酒我敬你，敬你一路扶持，与我甘苦与共。酒就别喝了，你喝多了容易头疼。我今天就是要当着你们李家人，还有骆家人的面，把那场共谋案的真相说出来。13年前，李家以大道寺在松烟陌击败骆家子集龙光陌，拿下共谋权。骆汉章心有不甘啊，也无法向朝中权贵交代，于是他就叫来我爹，命令我爹跟随共谋的李家人同时进京，寻找机会毁了李家的共谋，他好趁机取而代之。当年并非李景福贪杯误事，而是我爹以此做下障眼法，偷偷潜入李家存放共谋的屋子，烧了共谋。下药了，放心吧，醒不了。陈本昌，你莫要胡说八道，别再说了。甄长氏，王大姑来了。翠笑姐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快上茶。不用了。
我来有几句话要跟你说，说完就走。啊，文谦流放的日子定下来了，3日后出发。他本不让我告诉你的，可是我思来想去，觉得你还是应该知道，前尘往事，你如何理解，如何自处，我不想干涉。可你们的缘分，我一直看在眼里，我不想让你们留下遗憾。你不要多想，我阿迪心里一直都是为你着想。如果你真的难以面对，他也不会怪你的。